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做一个酥皮的韭菜盒子，做出来是皮儿薄馅儿又多，里面的韭菜也特别的鲜美。家里有平底锅或电饼铛就能做，味道和口感都是顶呱呱。特别想让朋友们都学会，都尝一尝。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，就赶快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5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、馒头最常用的面粉，加入3克的盐，先搅拌一下。接着取来140克的开水，边搅拌边加入。今天做的韭菜盒子是脆皮的，所以用了这种半烫面的方法。这种方法虽然做得慢一些，但是味道超级棒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140克常温的水，这样一共是用了280克左右。先把材料搅拌成絮状，然后再和面，就不会很粘手了。面和到中途的时候，再加入15克的食用油，不好用力的话，直接拿到案板上来揉，把面团揉光滑。揉好之后，放回到和面盆中，盖上盖子或包起来，先松弛个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面团就稍微变得软一些了。简单的再揉一下，直接分成10个面剂子，然后把面剂子团一下，保证表面光滑。做这个饼其实挺简单的，就是面团需要松弛将近2个小时，要让面团变得特别软，才能容易延展开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就会又薄又香酥。面团揉好之后，取来一个盘子，刷上1层油，放入面团之后再刷上1层油，方便松弛好之后取出来，然后包起来放在一旁继续松弛1个小时左右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正好来制作其余的材料。首先来制作油酥，把80克的油加热到微微有一点冒烟，记着先关掉火之后加入40克的面粉，这样用热油把面粉炸一下，油酥就做好了，放在一旁放凉备用就行了。接下来制作一份特别鲜美的素韭菜馅儿，先把500克左右的韭菜摘好、洗干净、切好，放在碗中备用。切韭菜的时候，顺便烧上1锅水。韭菜切好了，差不多水也烧开了，在热水里加入100克左右的粉条煮一下，大概煮4到5分钟就行。不过粉条的品种比较多，有的可能煮的时间会更长一些。煮好的粉条捞出之后，用热水先泡着，也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炒5到6个鸡蛋，炒鸡蛋的时候锅中的底油可以多加一些，毕竟后续调馅的时候还要再放油，这样后面就可以少放一些，而且这样调出来的馅儿还能更香。炒鸡蛋的时候直接打散，炒好的鸡蛋就先放在锅中备用。接下来就把刚才煮好的粉条切碎。粉条的品种比较多，可以用手捏一下，一捏里面不硬就是煮好了。粉条也不需要切得太碎，简单的切一切就行。切好之后就和刚才的韭菜放在一起，顺便把炒好的鸡蛋也放进去。韭菜馅里加点虾皮，味道会更好。自己做咱就加上50克吧。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过了1个小时左右了，咱先不着急调馅，咱先把刚才松弛好的面团处理一下。取过来一个面剂子，先按成椭圆形，把中间擀薄，两侧稍微厚一些。这样再擀一下两侧，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了。松弛了1个多小时了，面团的延展性非常好，尽量再擀的薄一些。
赶到了看着长有20多公分了，宽也有10多公分的时候，就把刚才做好的油酥取过来。如果油酥的面粉有沉底，就搅拌均匀之后再用，在饼上薄薄的涂一层。抹上油酥之后，拽着一侧提起来，像视频里一样，慢慢的这样竖着，再把它叠起来。接下来轻轻地蹬一下，沿着一侧卷起来，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胚子去做饼，做出来的饼又薄又香酥。最后的尾部用擀面杖擀扁压在下面，这样我们的一个胚子就做好了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胚子先做好。做好之后再包起来，还需要再松弛半个小时。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把馅儿调出来了。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馅料，调拌均匀。馅料最后调是因为不能等，加入了盐就得立马来制作。面皮正好也需要一个松弛的时间，这样来回倒着，可以保证2种食材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最佳的状态。调拌的中途，如果感觉馅料比较干，可以再适当的加上1到2勺的油，这个根据情况调整就行了。韭菜吃多了会有烧心的感觉，成年人还好，小朋友可能会比较难受，所以调拌馅料的时候可以加入1个鸡蛋缓解。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盐，前面放的虾皮有的特别咸，所以盐可以先少放一些，感觉淡了再加。加入盐之后调拌均匀，就立马来制作。我们取一个面剂，把它按扁。这一步就很简单了，把面剂子擀成薄面片，大概有20公分长吧。擀的时候要注意中间厚一点，两边薄一点，尽量的多加入馅料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刚才我们做生胚的时候，尾部是擀扁了之后压在下面的，所以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给它翻过来擀，用那个底部来包馅料，保证外面是一层一层的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外表就是香酥掉渣的。像视频里这样叠起来，擀的时候边上尽量擀的薄一点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电饼铛的大小，先做上3、4个，边烙着边做剩余的。电饼铛提前预热好，加入少许的油，放入韭菜盒子，先烙制一小会儿。一般这种家用的电饼铛功率都差不多，全程用中大火就行了。先烙制个4分钟左右，一面上色之后，刷上少许的油，翻过来再烙另一面，大概是8到10分钟左右就能烙好。当然，我们也得根据自己电饼铛的情况适当调节。准备的这些材料一共做了10个韭菜盒子，这种做法皮儿薄馅儿多，特别的香酥。由于烙的时间比较短，里面的韭菜也特别的鲜，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就知道这个韭菜盒子有多棒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